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现实，大家听起来可能很愤怒，你甚至很不开心，但是这就是一个现实。如果你今天你有房子住，有工作，你每天吃穿住行都很好，你应该谢天谢地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经济永远是高速增长，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你在世界上能找到一个国家，说这个国家永远高速增长，永远老百姓的收入每年增长10%，甚至增长20%吗？有一段时间可以，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80年代初期，80年代、90年代到这个新世纪的前10年，这是中国的工资涨幅最高的。但是从2010年之后，特别是过去这些年，很多可能工资涨得就没有那么高了。一个经济进入到中速增长、低速增长以后，其实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工资不会快速增长。这个大家听起来不开心，甚至你会听起来很绝望。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你必须尊重这个现实。我是2019年到日本去，我到日本去讲学，日本的企业家，包括日本的退休的政府官员，我们在一起交流，他们讲得很清楚的，说我们日本人过去30年老百姓的收入没有什么增长。30年了，但是他们也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30年的收入虽然没有怎么增长，但是我们也没有感觉到我们生活水平有多么下降。所以各位朋友，我告诉这个事实，你听以后你可能不高兴，但是这就是个客观现实。但是我告诉大家，更严峻的现实就是未来你的工资水平可能真的就很难再上涨，不仅不会上涨，甚至还有可能下降。那这个时候其实你需要调整心态，调整心态你很不开心，但是它这是一个现实。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美国的经济学者做了很多的研究，在过去的30年，美国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其实没有什么增加。你们可能不了解，绝大多数美国老百姓他没有什么储蓄，说在美国一个家庭一个人说有$5000的储蓄，那就是非常富有的，他们没有什么储蓄，基本上没有什么存钱，但是他们的生活不是还是要过下去吗？所以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现实，大家听起来可能很愤怒，你甚至很不开心，但是这就是一个现实。那么在这么一个现实的背景下，我们该怎么办？我在这里我想提几个简单建议，其实这几个建议也是提给我自己的。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经常讲这些话题是讲给我自己听的，我虽然也讲给大家听，但是我讲给我自己听，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管理好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对你的生活的预期呢要比较理性，你不要有很多非理性的这种生活的想法，说我现在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你还想幻想你要过大富豪那样的生活，其实大富豪是怎么生活的，其实你也不知道。但就是我们对生活方式的这个预期，你要有一个很理性的预期。什么很理性的预期呢？就是你的衣食住行，你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或者我们讲维持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生活的预期。我到日本去，日本的很多朋友他们讲，你们去看日本的生活，说实话，很多日本的生活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住的房子并不大，日本本来住的房子都很小，甚至一些日本很有名的人，他们住的房子都很小。我到日本去也参观他们的房子，很多房子比中国小得多。那你说我现在我就是个普通工业阶层，我现在本来住的挺好，有个公寓住着，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全世界绝大部分都这样。然后你现在还要幻想着说，我一定要住大别墅，我一定要住500平米的别墅，1000平米的别墅。你如果你有这种幻想的预期，那你会变得很焦虑，你会变得很失望，甚至你会变得很绝望，因为你觉得你实现不了了。这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讲的，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的预期要有一个很理性的，而且是一个很稳定的预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要努力的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虽然不指望我的工资会有大幅上涨，但是我要尽量做到我不要失业，我尽量做到我有收入，我能够有工作做，这是关键。那即使你现在的工作可能丢了，或者是你现在的工作你觉得不行了，你也要想办法要创造新的收入的可能性，你要创造你新的就业的可能性，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努力要做事情，你不能选择说躺平，你在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下，你就选择去躺平。我相信没有什么理由你去悲观和绝望。第三呢，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有一点存款，你还有一点储蓄，我觉得你要做一个理性的、一个比较平稳的理财。我这么多年，我从来不鼓励普通人你去冒险。那当然，很多朋友讲富贵险中求啊，我现在有几十万存款，我是不是去搏一下？我告诉大家，99%的概率，你要去搏的话，你这个几十万存款就会灰飞烟灭。所以你与其去搏一下，还不如你非常理性的去理财。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安全，你这个理财首先是要安全。我们讲理财有3原则，你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再加上流动性。安全性，我认为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个安全性应该是排在第一，就是你不要把本金都搞没了。在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如果每年还有个几%的回报，
我觉得就非常好。那很多人当然很不满意了，我每年都要翻一倍，50%我才满意。OK， 你可以去试，但是我告诉你，大概率你的本金就会没有。过去我们很多人 P2P 时代也好，还是有些庞氏骗局，许诺每年给你40%的回报，50%的回报，有人忽悠你说你把钱给我，我给你炒股票，我保证每年给你赚50%。最后你会发现血本无归。所以我讲的这些内容，大家听起来你可能不一定那么很兴奋，甚至你听起来好像有点沮丧。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客观的现实。我作为一个研究经济的人，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们的责任是要告诉大家真相。我们不想忽悠大家，我们是要告诉大家真相，告诉大家生活的真相、经济的真相、金融的真相，告诉我们人类，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这个生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最后，我想告诉各位，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对我们的收入水平不满意，我们希望我们的收入水平不断的上升，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富豪，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也想告诉各位，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发达，欧洲这些发达国家，美国、日本也好，发达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也都是没有多少收入的，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成为富豪的都是那个1%、1000%的人，这是一个基本现实。无论你怎么努力，我告诉你，无论这个社会上的人，无论你多么努力，最终成为富豪的人就是人群中的1%、1000%，不可能是99%。说99%的成为巨富都成为李嘉诚，这个1%的是穷人，这个世界不会这样。那至于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很深刻的规律。第二个，我再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你有房子住，有工作，你每天吃穿住行都很好，你应该谢天谢地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球上有80多亿人，80亿人吧，80亿人里面有超过10亿人，根据世界粮农组织还有联合国的统计，我们80亿人里面差不多有1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那你们听我课的这些朋友，你们可以很难想象，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也就是不到7块钱，怎么生活？你告诉我怎么生活？但是这就是现实，这个世界上就有超过10亿人还在忍饥挨饿，每年因为饥饿、营养不良死去的儿童在全世界都达到数百万。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个现实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去悲观，更不需要去绝望。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个非常理性的安排。我们也不需要听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恐慌。你对经济的真相，对金融的真相，对生活的真相，你有一个客观的、理性的了解。我觉得在这样的条件下，你的心情会变得很平静，你会变得很开心，你也变得很乐观，你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你的理财、你的收入反而会平稳的增长。我这几天见到一些年轻人，就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用到这个词叫挫败感。为什么有这个挫败感呢？我辛辛苦苦的读书，我非常努力的读书，考上大学又考研究生，我觉得我学了一身的本事，我拿了那么好的学位，我希望能够进入社会，我就有好的公司、好的就业机会，我能够把我的才智发挥出来。但是现在很多他发挥不出来，有的只能啃老，有的可能做一些与自己所学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有的做一些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知识含量的工作，似乎也在就业，但其实这个是人才巨大的浪费，国家人才巨大的浪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大问题。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局面可能短期内还很难改善。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我说今天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而就业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民营企业的活力。我们研究这个经济运行的逻辑，你会发现，我们讲消费，我们讲资本市场啊，我们讲各种各样的经济指标，但你会发现它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是就业。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世界各国的央行，他们关注这个货币政策调整，其实最核心的一个指标是就业。大家注意，你看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它主要看2个指标，一个是就业，一个是通胀。所以这2个指标它是集中的反映整个经济运行的情况的。那我想今天大家其实就会注意到，我们今天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的消费、投资、出口所面临的压力，它其实集中反映在哪里？它集中反映的就是就业，就是大家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好工作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找不到好工作，这个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我们经常谈消费，说怎么激活消费，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现在想不想消费，是取决于你的收入的情况怎么样，它还不取决于你现在的收入，它是取决于你的未来收入的预期。那么未来的收入取决于什么？就取决于就业要稳定。这个就业不仅稳定，而且就业还能够持续的向好。目前来看，这些各种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业的形势，只能这么讲，依然是很严峻的。
你就看官方发布的数据，现在16到25岁的，这是真正的年轻人吧？不能再年轻了，就是年轻群体的失业率已经超过18%。那有人可能讲这个数据可能还低估了，这个失业率已经很高了，而这是真正的就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那如果你找到了这一个核心点，你知道这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那么这个最突出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往下分析，谁创造就业？今天创造就业的主力是谁？我想这个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答案。今天创造就业的主力不是政府机关，也不是国有企业，今天创造就业的主力就是民营企业，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在强调，我说大家广大的投资者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满怀期待，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再好，它是辅助性的。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他们在发布会上，他们讲到他们的政策，他们也讲得清楚，我们是支持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支持性的，是辅助性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政策是企业的活力。你只有让民营企业的活力恢复起来，你能够让民营企业能够放心安心，它能够不断的增加就业，这个经济就活起来了，满盘皆活。所以一切的政策要围绕民营企业的活力来展开。5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行长所宣布的10大措施，应该来讲是去年9月24号之后，我认为是又一次里程碑式的政策的发布。有3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力度更大，第二个特点就是措施更多，第3个特点是针对性更具体，针对性更强。那么为什么我讲第一个是力度更大呢？我跟大家说几个数据。那么第一个数据就是降低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释放了长期的流动性、长期的资金超过1万亿，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利率方面，差不多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利率都做了向下的调整。比如说基准利率7天的回购的利率下降了0.1，那么这样它会带动整体的贷款市场利率的下降。那还有房地产市场5年期以上的首套房的利率从2.85%下降到2.6%，那其他档次的利率也会相应的下降。住房公积金的利率也做了0.25%的向下的一个调整。那么我想这些利率的调整，其实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产品、某一个金融类别，它实际上对整体的企业贷款、个人贷款、消费贷款、房地产贷款所有的相应的这些贷款的利率的水都是会出现下调的趋势。那当然其他的这些再贷款的，比如说结构性的再贷款的利率，比如说支农、支持小微企业、支持消费、支持养老的这些再贷款的利率也都会相应的下调。第3个，大家可以看到结构性的再贷款的政策工具这一次的力度，我不能说是空前，但是也可以讲是空前的加大的力度。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设备更新、科技创新再贷款的支持已经提升到8000亿的规模，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了。那么对于提振消费、支持养老的这个再贷款的规模，这一次是5000亿。对于支持三农、支持小微企业的再贷款的规模是3000亿，这个力度应该来讲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就是对于股票市场的支持。股票市场我们都知道，在去年9月24号，潘行长宣布了2个新的货币政策的工具，一个是券互换便利，一个是股票回购再贷款。那么这一次他宣布将这2项合并使用，这个规模从5000亿扩大到8000亿。我刚才讲的这些数据，它还不是央行这一次支持政策的全部。在前一段时间，央行已经宣布，对于汇金公司稳定股市的这些操作，它都要给予全面的支持。那么我们注意到，在5月7号的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吴清已经明确表示，汇金公司就是今天中国的股市的平准基金。那么平准基金这个子弹从哪里来呀？这个子弹就是央行是最后的最大的后盾，这也是吴清主席所讲的。所以我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5月7号这个发布会，潘行长的10大措施可以说力度是非常非常大，也是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我想就是措施和办法更多了。这一次大家会看到我们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通常我们分为3大类。那么第一大类叫数量型，数量型其实就是降准，就是向市场投放更多的资金、更多的流动性，这叫数量型。第二类是价格型，价格型最典型的当然就是下调利率了，一般贷款利率的下调，房地产利率的相关利率的下调，也包括这些再贷款利率的下调，这都叫价格型的，因为利率是最重要的价格嘛。那么第3类是结构性的，其实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说结构性这个说的直白一点，结构性就是针对
某一些具体的行业、具体的产业、具体的部门所实施的贷款，也就是央行直接拿钱支持这些具体的部门发展，比如说支持三农、支持小微企业、支持科技创新、支持养老、支持消费、支持汽车金融公司、支持金融租赁公司，这都是叫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那么这一次有一个很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央行要为科技创新企业发行债券提供相关的支持，这个是以前没有的。各位朋友大家注意啊，科技企业呢现在的融资渠道就比较多了，除了自有资金以外，你有这个融资，通过 VC、PE 来融资，你可以上市融资，你可以从银行申请贷款。那么这次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发行债券。那这些科技创新企业发行债券，它也没有什么抵押，没有什么房地产抵押，谁来买？这一次潘行长宣布创设一个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科技创新企业债券的风险的分担工具。什么意思？就是相关的机构，你们可以买科技创新企业发行的债券，如果你们没有钱，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会为此设立专门的再贷款的支持。也就是说，这个钱本质上是中国人民银行来出的。这是我讲的今天5月7号这个政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方法更多了。有很多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说实话，这是实实在在的创新了。第三个特点，我认为就是针对性更强。这一次的针对性其实就是4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毫无疑问就是提振消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潘功胜行长所宣布的这些政策，几乎每一个政策都是指向要提振消费的。因为我们现在提振消费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任务，特别是面对这个关税战这个外需会受阻，那么内需是稳定中国经济，我想是第一要务。那么第二个针对性呢，就是针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所以降低这个首套房的利率啊，降低这个相关的其他档次的利率等等吧。还有已经明确讲要保交房，支持合格的房地产公司能够保交房，能够拿到资金，这当然是很重要。第三个就是稳定股市，还包括活跃股市，把这个2项货币政策工具券互换、股票回购再贷款提升到8000亿。第4个针对性就是科技创新，这是2新，这个科技创新还有设备更新，这个再贷款的支持提升到8000亿。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一次的货币政策的宣布10大措施可以讲是里程碑式的，也是空前的。